万里阳光号上的所有房间布局和构造，在司法岛篇草帽一伙痛失梅利号后，草帽一伙也就此迎来了新船万里阳光号，下面统称为桑尼号。桑尼号的豪华设想程度，堪称是让草帽一伙从无家可归到直接入住海景大别墅。那就通过桑尼号的设计图看看，草帽一伙平时究竟过的什么样奢侈的日常。桑尼号上一共有大大小小20个房间，一套船坞系统，一个路飞特等席，3块较大的甲板，2个露台，2处环绕式阳台，地下1层，地上3层，另外还有瞭望塔和尾部外延出来的那个塔。对于最终设定11人的海贼团，桑尼号真的是温馨且宽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空间，也有很舒适的公共区域。首先来到桑尼号的负1层，这里堪称是草帽团的科技展览馆、工业重地，最核心的就是弗兰奇引以为傲的发明——士兵船坞系统。这是一个可以转动的载具舱，在船舵上拨动转盘到对应的舱室号码，船体侧面就可以释放需要的载具出来。首先0号频道是一对外轮，可以给桑尼号提供较长时间的爆发动力，在海面上高速驰骋。不过2年后已经被船底脱兔给替代了。1号频道是白木马1号，通过娜美从空岛带下来的威霸进行改造而成，当时弗兰奇还因此挨了娜美的一个大逼斗。2号频道迷你梅利2号，弗兰奇为纪念梅利号，根据梅利号的特征设计了这款以蒸汽为动力的外轮小船。3号频道鲨鱼潜艇3号是一艘侦察潜艇，最深可下潜到水下5000米。4号频道原本是一个可外延出来的充气泳池，2年后改为放置弗兰奇的大摩托黑犀牛摩托4号，同时取消了0号频道的外轮，增设了第5号频道和第6号频道。5号频道是弯龙坦克，黑犀牛摩托和弯龙坦克可以合体成为弗兰奇将军。至于6号频道里有没有东西是什么，至今还不知道。船坞系统的中心处是一个圆形的组员待命区，通过这里的梯子往上爬，就可以来到中央草坪甲板。梯子下方是一个用于收锚的绞盘。船坞系统每个舱室之间都有一个狭长的通道，这样的话，不管如何转动，都会确保有通道通向负1层的其他房间。在负1层的尾部有2个房间，一个是乌索普工厂，平时乌索普会在这里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工具。隔壁就是弗兰奇武器开发室，弗兰奇平时在这里面发明各种武器。这2人的工作室安排在一起非常合理，毕竟2人的兴趣一致，平时互通有无，很方便。2人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共用的梯子，顺着这个梯子往上爬，可以直接到尾喷口里面的能源室，在这里面填充可乐能源，让桑尼号风来爆破，翱翔蓝天。在负1层的前部是一个月牙形的舱室，这里是弹药和材料库，用于存放一些弹药、宝树亚当等修船用的木材。接下来来到地面第1层，最吸引人的就是这块超大的中央草坪甲板，也是草帽一伙平时活动的主要区域。这里有草有树，环境很舒适，还有秋千，是路飞、乔巴、乌索普最爱玩的。主桅杆下有一圈环形长椅，草帽一伙经常聚集在这里聊天。这么大一块活动场地，草帽团平时也会在这里洗衣服、打闹、野营、烧烤，举办水枪大战和相扑大赛，打排球什么的，相当欢乐。以草坪甲板为中心，先往船头方向这一区域看，这里属于草帽一伙的起居室和驾驶区域。首先第1层，这里是男生宿舍，男寝的布局相对比较简单点，这里有一个下沉式的榻榻米餐桌，墙上挂着大家的悬赏令，只有山治的没有贴，山治死也不会贴的。大家睡的是2层的木质吊床，有独立衣柜，房间门口有洗脸台、牙刷和闹铃。从男生宿舍出来，在扶梯下面是厕所，两边扶梯一边一个。接下来往上走，第2层就是女生宿舍，在装潢和居住条件上，娜美罗宾显然要比几个大老爷们住得好。女生有真正的床可以睡，娜美罗宾2个独立的软床，有精致的梳妆台，还有小茶桌和柔软沙发。衣柜也要比男生们的大且漂亮，因为娜美罗宾任何一个人的衣服都要比所有男生加起来的还多。同样的，房间里也有洗脸台，还摆放有红酒、茶具，还有从厨房引来的热水，生活条件已经非常好了。再往上第3层，这里属于驾驶甲板了，除了有座椅和舵轮外，没有其他东西，还是非常宽敞的。往前面去，打开一节小台阶，可以进入狮子头里面。桑尼号的狮子头看似只是个船首的装饰，但其实作用很大。除了是路飞的特等席外，这也是一个舱室，是桑尼号的炮塔，在里面可以用于瞄准目标，释放威力巨大的狮吼炮。桑尼号的眼睛也可以发出强烈的光芒，是一对探照灯，这一招还有名呢，叫桑尼眼力。桑尼的鬃毛也能触发一个技能，这是一个紧急回避系统，通过船舵上的开关装置，让桑尼号的鬃毛像螺旋桨一样高速旋转，能让整艘船回退以躲避攻击，这招名叫胆小旅程。另外，船头2侧一边各有一个狮爪形状的船锚，除了可以正常升降，船锚还可以从里面伸出钩子，勾住海床，更牢固地稳固船体。以上是船体前半段的空间和功能，而船体后半段就是草帽一伙的公共区域了，也是日常的生活区。这里房间更多，功能更多。首先第1层是桑尼号超级梦幻的水族馆酒吧，弗兰奇把喝酒观鱼的地方修得这么敞亮奢华，可见弗兰奇很会生活。这里有存放酒的酒柜，一个很大的环形鱼缸，用于观赏和捕放鱼类，必要时这里可以供草帽一伙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海鲜。桑尼号的副桅杆贯穿这里，桅杆处环绕了一圈餐桌，而这个设计也是神来之笔。这个桅杆上面是厨房餐厅，所以山治做好饭和饮料，可以通过这个桅杆里的升降装置，把食物送到1楼的酒吧这里。可以想象，在这里喝着小酒，赏着鱼，聊着小天，吃着山治随时供应的美食饮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鱼缸后面还有一个环形的走廊，而且鱼缸上面也延展到了走廊的天花板上，在这里走一圈，仿佛是置身海底世界了，非常哇塞。走廊靠近船尾的位置，也可以直接出入能源室。
走廊再往外，打开门就到了室外的环形阳台了，平时可以在这里吹风、喝茶、透透气。然后是第二层，第二层是怎么和中央草坪甲板连接的呢？一侧是楼梯，一侧是滑梯，这个设计还挺好玩的。这一层的室内可以分为3个房间，其中最大的就是山治的地盘，厨房餐厅了。这里有齐全的厨具、带锁的冰箱，让山治可以尽情展示天赋。伙伴们每天就坐在长长的餐桌前，嚷嚷着开饭，尽情的吃喝打闹。吃饱了还可以在后面的沙发上稍事休息。这里还有升降机服务，就是刚才提到的，山治做好饮料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桅杆送到下面水族馆酒吧的餐桌上。餐厅的这个门里就是乔巴的医疗室了。虽然空间不大，不过设施齐全，没人打扰，很适合乔巴研究药物。乔巴在获得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也是很开心。医疗室的隔壁还有一个房间，是堆放食物的仓库，主要是方便山治使用。仓库的门在餐厅的桅杆后面，所以即便山治去仓库里拿食材的时候，也不会打扰到乔巴。第2层的室外是一个也挺宽敞的甲板，比较特殊的是，一边都有一个能打开的区域，这里可以直接通往1楼水族馆鱼缸的内部。山治平时捞鱼做饭的话，是在第2层后面这个口，这是个鱼槽。路飞乌索普曾经从这里塞进去过一只鲨鱼，结果把1楼水族馆的观光鱼全都吃光了。再往上，第3层是桑尼号上的小花园露台，这里有纳美的橘子园，有罗宾养的花，还有乌索普培育的植物。此外，桑尼号还有2个比较特殊的塔，一个是尾部外延出来的那个塔，这个怎么进入呢？有2入口，一个是在第2层甲板的后面，这里和维塔的底部有个狭窄的连接口，里面有个梯子，可以通向维塔的第1层图书馆。第2个口在第3层小花园，小花园是和图书馆的正门连在一起的。进入维塔，第1层是个圆形图书馆，同时也是测量室。娜美的绘图桌也在这里，是娜美和罗宾喜欢待的地方。这个设计也很棒，可以远离喧嚣，不会被轻易打扰到。维塔第2层是浴室，而且是干湿分离的，里面是大浴室，有大浴缸可以舒服的泡澡，外面是洗脸台。洗脸台这边是个隔断，还有个门，里面是个厕所，加上外面甲板2厕所，一共3个厕所，还是挺宽裕的。因为船上男生一般都不在厕所里解决。然后维塔的最外侧则是一个环绕式阳台，最顶层则是一个露台。第2个塔就是整艘船上最高处的房间，主桅杆瞭望塔，同时也是索隆的健身房。平时索隆一天到晚在里面锻炼到深夜，顺便值个夜班。这里除了有索隆的各种健身器械，因为是瞭望塔，上面也配置了望远镜和扩音器，一有情况索隆也能及时传达给伙伴们。关于桑尼号的强大功能，除了上面提到的风来爆破、狮吼炮、桑尼眼力、胆小旅程，此外桑尼还有一个技能名叫船底脱兔，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悬挂着涡轮机的机械臂就会深入水中，然后快速旋转脱离险地。因为这个不会占用船坞空间，也是0号外轮被取消的原因。这个涡轮机2年修炼归来后就有了，只不过在弹头岛出来的时候又多了2只可爱的兔耳朵。看来桑尼不光火力很猛，这种可爱的逃跑能力更是强大。桑尼号空间宽敞又温馨，房间分明且舒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外。弗兰奇乌索普的工作室在一起，纳美罗宾常待的地方在一起，沟通起来很方便。睡眠休息区和生活娱乐区被中央草坪甲板分隔得很开，互不打扰，这设计真的超级牛逼。所以桑尼号真的不愧是一艘梦之船。路飞2年前大智若愚，2年后大愚若智。路飞身上一直有一种傻气，但是这种傻气2年前后还是很不一样的。早期的路飞表面上是个憨憨，实际上也是个憨憨，不过他善解人意的特点也非常明显，故意激怒科比，让他和自己在海军面前打架，帮助他战胜怯弱，也让科比和海贼划清界限，能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在可可西亚村，面对娜美的冷落，大家都很着急和迷茫，路飞却选择睡觉。然后山治乌索普对娜美的过去很感兴趣，想听诺奇高讲讲，路飞却直言对他的过往毫无兴趣，而是去散步。在街道上碰到绝望无助的娜美，娜美说你什么也不知道，路飞说不知道。但真实的娜美是个怎样的人，路飞早就看在眼里了。无关过去，路飞认定的伙伴，此刻他拼了命也要救下。表面啥也不懂，实际上他有早已笃定的东西，这跟动不动就皱眉握拳龇牙咧嘴上去干架显得更加沉着。进入伟大航路，他用决斗的方式给拉布留下了一个念想，完美化解了拉布的执拗做法。路飞是个粗中有细又绵里藏针的人，这就是憨憨船长的觉悟。他在乌索普面前能风轻云淡的说要换掉梅利号，但起初路飞听到梅利号大限将至的时候也是无比难过和无法接受的。可路飞很快回过神来，作为船长，他不能让一船人的性命和梦想跟着梅利号一起葬身大海，包括后来在香波地群岛陷入困境，那是他一反常态让大家分散逃命，3天后到桑尼号集合。路飞虽然一直都很忙，而这一次他们全力以赴也实力悬殊，索隆还重伤，所以路飞是会审时度势的，他还真的不傻。当然还要感谢雷利、黄猿和熊在那儿演了一把，否则路飞他们逃不出去。是非分明，还有在遇到贝拉米的时候，路飞让索隆不要动手，因为他们不屑于和这种人见识，但路飞也是有底线的。直到贝拉米打伤栗子头大叔他们，破坏梅利号后，路飞回去二话不说就一拳秒了贝拉米。还有在战斗方面，2年前的路飞真是无比机智了，打老沙打艾尼路属于劣势，但可以另辟蹊径，让对手非常头疼，有着很高的战斗智商，明事理、小分寸、懂取舍、知进退，这些东西在路飞身上都可以找到。
那2年后，路飞的那种傻的聪明的特质也不是没有了，只是明显淡化了。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经历了修炼，名师教导，实力突飞猛进，让他可以放开手脚的去干了。在雷利指导期间，当时路飞的3色霸气和4档都有模有样了，有着用3档就能终结很多敌人，霸王色震晕5万人，4档压制明哥的实力，能想出水路飞和橡胶发呆这种的脑子，当然也不怎么需要了。所以有实力的加持，信心大增，这也是很明显也可以理解的一个变化。2年后的路飞也就大多是上去就莽，看起来没脑子了，毕竟都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了，拿4皇凯多跳绳，谁还用脑子啊？莽就完了。路飞更加固执和随性了，也是事实。路飞一直很莽，这个不否认。不过2年前他是可以听取别人的建议的，比如他信任传将们，听取了专业传将们的建议。陆琪、卡库虽然是卧底，但对梅利号的诊断他们说的是实话。还有雷利让路飞修炼2年，路飞也做出了正确决断，并重返海军本部，用3D2Y 给伙伴们传达消息。2年后，慎平和罗却被路飞的我行我素给整得屡次心态崩溃，甚至差点把罗给坑死。虽然可以用肉给你，你听我的这种搞笑的方式淡化路飞的随性，但在罗那里，路飞已经稳固了自己傻帽的定位。以前的路飞为什么而打架？因为娜美的一句路飞帮帮我，路飞才全力以赴。因为微微的哭泣，路飞才将大家的命运一起赌上。因为罗宾的我想活下去，路飞才心满意足的奋不顾身。而进入新世界，路飞确实拯救了德雷斯罗萨，拯救了和之国，拯救了很多人，但将凯多集团连根拔起的 flag 是早在和罗结盟的时候就确定了的。也就是说，不管中途有没有那些人的求助，甚至换成任何人都无所谓，路飞都要去打凯撒、明哥、凯多。路飞打架的理由变得更简单直接了。2年后的路飞是个救世主，而2年前的路飞就是路飞。除了这些，要说路飞性格的大方向变了没，似乎还真没变。2年前他没听娜美的过去，而是选择睡觉。2年后慎平对娜美的过去道歉的时候，他依旧没听，依旧在睡觉，因为他不在乎这些。2年前他迫不及待的从火箭人跳到司法岛，去让罗宾跟自己回去。2年后他依旧迫不及待的从巴姆大王跳到皇家座驾，去让山治跟自己回去，因为他们是伙伴。2年前路飞选择换掉梅利号，他风轻云淡掩盖内心的难过。2年后在镜世界里被卡尔打成猪头，他强颜欢笑，让伙伴们不要担心，因为他是草帽海贼团的船长。2年前天龙人打伤小巴，路飞一拳打飞天龙人。2年后霍迪欺负白星，路飞一脚踹飞霍迪琼斯，出手相助，因为他们是朋友。另外，路飞能坦然地说出艾斯已死这个事实，也是一种成长，坦然面对过往也是一种智慧。路飞从出海到现在，在剧情中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成长和变化这个肯定是会有的。至于说2年后的路飞是不是和原来的那个自己渐行渐远了，这个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索隆、山治不比点什么，浑身难受。早在小花园的时候，岛上的东丽和部落基以火山爆发为信号，他俩会准时准点的展开决斗，持续了100年。而2人最初打架的原因，是因为各自捕获了一只海王类，因为一个小女孩提问谁狩猎的猎物更大，而开始了长达100年未分胜负的对决。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一天，索隆上岛狩猎时，顺带挑衅山治，说要抓一些山治应付不了的野兽。山治岂能容忍索隆这样的侮辱？于是2人开启了狩猎比赛，以吨位定输赢。最后2人的战果颇丰。但山治说自己的猎物更大，索隆说自己的猎物更壮，反正谁说都有理。而且2人不接受平局，但因为山治的心上人索隆的债主娜美发火了，2人才被迫平局，老老实实上船走了。之后机智的山治明白了，这样纠缠下去不是办法，要以自己的优势比索隆的劣势，突破点就是索隆是个路痴。在司法岛的法院楼顶，山治帅气到达，原本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到的，结果間違いなく一番乗り。さあロビンちゃんお待ちかね、俺が助けに。もうマリモ、てめえなぜ俺より先に。なあお前遅かったな。迷ってたのか。おい、どこでそんなことを覚えたんだてめえ。被索隆嘲讽你好慢，迷路了吧？山治属实被气笑了。实际上，索隆凭正常走路确实没办法赶超山治，但他压根就没正常走路，走了一半直接一招龙卷风把上面全部打穿了。毕竟索隆上下还是分的，还顺带把娜美他们一起送上来了。之后聪慧的索隆也明白了，用自己的劣势赢了别人的优势，岂不是杀人诛心吗？于是2年后第一个到达签到地点的索隆对山治开启了无尽的嘲讽。索隆总会有一些奇特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劣势，比如这一次就是佩罗娜领他来的。但不管怎么样，索隆给山治起了一个很应景的外号娜娜榜7号，这可是把山治一顿好气。索隆后来砍伤凯多他都不会炫耀，但是2年后第一个到的索隆当时可是无比自豪。显然这对索隆来说是最能吹一辈子的事情。在愚人岛，大家相继展示2年修炼的成果，索隆山治依旧互卷，这回不是比猎物大小，也不是比谁第一个到，而是比一个人能打多少个。2个人谁也不服谁。慎平当时还疑惑，
他俩打了鸡血一样，到底在比什么？在佐屋的时候，当时山治被要挟去了蛋糕岛，路飞表达了要救回山治的决心，并在猫狗老大他们面前夸山治很厉害的，一个人可以抵得上1000个人。这时候索隆不服气了，说自己可以抵得上2000。娜美只能无奈地摸了摸索隆的头，安抚索隆。这种草帽幼儿园式的斗嘴在两人身上时有发生，比如在娜美变小的时候，两人就变小这个话题展开了争论。あ、下ろすぞマリモ野郎。てめえがガキに戻ってりゃ俺が踏んづけてやったのにね。バーカ、お前を倒すのに俺はガキで十分だ。んだと？じゃあ俺はもっとガキの3歳児でお前をぶちのめしてやる。ブーク。それなら俺は赤ん坊で十分だ。ああ、だったら俺何だってんだよ。喧嘩し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でしょ。蛋糕岛之后，路飞和山治更新了悬赏令，当时索隆悬赏是3亿2000万，3亿3000万的山治兴奋的振臂高呼。在悬赏令上，山治扳回了一城，被不能理解的娜美吐槽：这些无聊的数字有什么好攀比的？虽然和治国后还会有变化，不过至少目前还是压索隆一头。山治可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炫耀一番。尽管索隆、山治平时吵架斗嘴攀比，不过可以全当是航海路上彼此的一种念想，一种进步的动力。因为一旦正经起来，两人也是有足够的默契。作为未来海贼王的双翼，两人也是路飞身边可靠的左膀右臂，平时吵吵闹闹。然而索隆、山治在路飞成为海贼王这件事上，可是有着坚贞不渝的合拍与和谐。海贼王中女人之间的对决，男人之间的战斗多是拳拳到肉、刀刀见血，而女人之间风格更加迥异，或者说女人之间的打斗重点往往不全是在暴力美学这一点上，且越往后观赏性就越多元化。娜美 vs 妹子双手指，小贼猫对战荆棘女。双手指是 Mr. One 的搭档，老杀罗宾之下的第二组战力。娜美和她的实力悬殊，不过其他人都已经遭遇了对位的敌人，娜美就轮到了这么一号对手，那没办法。尽管娜美在对手面前闹了不少笑话，但最后依靠现学现卖的机灵才智，把天后棒开发出了连乌索普都不知道的特殊功能，将 Mr. One 的搭档击败。这算是一个非常不错、超常发挥的战果了。如果说这一次战斗还比较正常，不久之后，娜美 vs 卡利法，超短裙太妹对战黑丝御姐。平时都是娜美洗澡的时候被人打扰，而这一次娜美打扰到了正在喜香香的卡利法。卡利法不久前吃下了泡泡果实，其泡沫可以将人变成滑溜溜形态，全身放松且无法站立。卡利法亲手为娜美涂抹，所以就看到卡利法一个替上去，从背后抱住了娜美。两个女人打着打着居然在那儿摸起来了，而娜美又是及时明白了泡泡果实的弱点，水和风可以驱散这些泡沫。这只是因为卡利法刚吃了这颗果实不久，觉醒后的泡泡果实，水和风只会让泡沫更多。此时的娜美已经有了升级后的天后棒，体术上比不上卡利法，却可以与其玩拉扯。最终虽然呆萌的卡利法破解了娜美的幻想妖精，但防不胜防，雷云电光枪杀了一个回马枪，将卡利法击败。完事之后，娜美急于找到2号钥匙，粗鲁的将卡利法的衣服给撕了，被弗兰奇吐槽为有够变态。女版小伊万 vs 小萨蒂，人妖对战抖 S， 这是一场结局没有悬念却让人大受震撼的对决。面对这么一个抖 S 小妹，小伊万表示那就比谁更会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非常专业的手法将小萨蒂绑着吊了起来，场面一度非常的羞耻和尴尬。女帝 vs 奈琴，颜值对颜值，旗袍对旗袍。作为邦迪瓦尔德的传医，奈琴通过中药拳法的奥义，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还可以抵御女帝的甜甜果实技能，并且还差点让女帝被迫放飞自我。女帝不得不一边控制自己的动作幅度，一边和奈琴战斗。不过以女帝的实力，完全不需要认真打，甚至不需要打，仅仅通过自己男女老少通吃的美貌，就足以让对手破防。在女帝面前，奈琴相形见绌，女帝一撒娇，敌人就顶不住了。最终奈琴沦陷，功力尽失，变回原貌，被女帝石化。达斯奇 vs 莫奈，背后有人对战孤立无援。达斯奇一开始一直被雪女莫奈压制，刀被打掉，被莫奈咬伤，但此时索隆提刀来援，一招大沉汗，用气魄将莫奈击垮。之后莫奈爬起来还想负隅顽抗，达斯奇以一招斩石雨给莫奈补了一刀。不得不说莫奈好可怜。娜美 vs 布雷，神之一手对大义失算。布雷用静静果实的复制粘贴能力，把草帽一伙人耍得团团转。娜美忙中出错，带了一个假路飞在身边，被布雷擒获。但布雷千算万算也没想到，娜美的次元袋里居然藏了一根能伸缩的棍子，后被一棍子捅开。加洛特 vs 布雷，古灵精怪对大义失算。加洛特起初不熟悉静静果实的作用，和乔巴一起被吸进静世界里。布雷原本要把兔子和狸猫给炖了，但布雷千算万算也没想到，加洛特把自己和假兔子给调包了。真兔子伺机而动，最终将热锅踢翻，烫坏了布雷。加洛特以一招电气月神击晕了布雷一伙人，还用挠痒痒肉的方式逼迫他说出找到通往城堡镜子的方法。
之后获得了布雷的路飞如获至宝，一直针对他，成了路飞身边的金牌辅助。雷九 vs 斯木吉，性感姐姐对战长腿姐姐。在娜美快被斯木吉榨成果汁的时候，雷九及时救场，将娜美救下。在后来的战斗中，雷九和斯木吉周旋，一脚踢中他引以为傲的大长腿，接着自己被回击的一拳打飞。不过榨果实的斯木吉也并不怕毒液，挤出来就好。最终雷九被加雷特的黄油束缚给捆绑住了。大妈 vs 娜美，大妈对战小大妈，两人的实力显然不在一个水平之上。不过从蛋糕岛纠缠到鬼岛，大妈始终没有在宙斯争夺战中玩得过娜美。毕竟论偷拐抢骗，可是娜美的绝活。反而娜美不仅在蛋糕岛用宙斯劈了大妈一下，在鬼岛终于将被抛弃的宙斯收为己有，奇迹般的占到了四皇的一个大便宜。大和 vs 润提，霸道辣妹对战傲娇地控。在路飞和润提较莽劲的时候，大和以一招雷鸣八卦将其打倒，还被润提吐槽为是雷鸣四卦。后来两人再次遭遇，润提虽然头铁嘴硬，不过仍旧不是大和的对手。娜美 vs 润提，娜跑跑对战润追追，润提不厌其烦的追了娜美一路，期间还把娜美撞得头破血流。在两人遇到大妈的时候，上演了3个女人一台戏。娜美变身拱火大王，前后都是地狱，但也能左右逢源。润提一如既往的头铁，他说他要收拾这里的所有人。拉了仇恨的润提被大妈小妈轮番攻击，结果被普罗米修斯和赫拉的组合技明光炮贯穿身体，而后稍微恢复后，依旧对娜美、乌索普、小玉穷追猛打，最终被融合了宙斯的超级天后棒彻底击败。罗宾 vs 黑色玛利亚，这一场对决其中融合了拳拳到肉的暴力、见招拆招的智谋、互相信任的友谊、意想不到的果实能力，以及尾田笔下的热情奔放、多种观赏性的杂糅。这场战斗，罗宾以恶魔形态压倒性的实力将黑色玛利亚降服。综合来看，女人之间的战斗，不管用什么手段，打起架来是另一种狠毒，尤其是碰到了她的逆鳞，女人对女人下手也是够狠的。海贼王中的那些 CP， 在海贼王中，爱情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不过大家一定能感觉到，尾田似乎也在偷偷撮合。毕竟这方面的暗示还是比较多的。先说几对比较稳的 CP， 首先是萨博和科尔拉，也被称呼为二哥二嫂。科尔拉13岁时进入革命军，认识了萨博，两人也属于是青梅竹马。后来萨博和路飞重逢后，看到路飞又想起了艾斯，萨博思绪万千，然后就哭了起来。科尔拉特别温柔地安慰萨博，而且二嫂虽然长得卡哇伊，心智却比较成熟。不过二嫂当然也是有脾气的，从小到大萨博干了什么让她不顺心的事儿，比如偷懒闯祸，擅自挂他的电话，二嫂就会撕他的脸。这一对 CP 感很足，而且三兄弟的能力当真是通用的。乌索普和可雅，乌索普一路上即使功成名就，也从不沾花惹草，主要是乌索普出海前就有心有所属的官配 CP 了。当然可雅在扉页中也经常牵挂乌索普，这一对从情理上未来能走到一起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弗兰奇和罗宾，虽然这两人成为 CP 认同感不是特别高，但尾田就很喜欢在他俩身上搞点事情，像公主抱、七枕、情侣装、抓鸡、宠溺的眼神、老夫老妻般的吐槽，以及两人生日的编号等等的这些，变态男和腹黑女的 CP 感那是做的相当足了。薇薇和寇莎，薇薇和路飞也是有感情的，但路飞那边卷得太严重了，薇薇和青梅竹马的寇莎相对稳一点吧，他俩也有共同的信念，让阿拉巴斯坦更加的美好。至于身份嘛，也有公主嫁给将军臣子的例子，比如德雷斯罗萨的斯卡莱特和居鲁士这一对，而寇莎现在是王国的环境大臣，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红发和马奇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马奇诺抱的孩子究竟是谁的，尾田也是有点模棱两可的回答说，果然是那个人啊，是那个人吧。尽管不算官宣，但尾田曾经还真用过那个人来指代过红发，所以真相或许就在不言而喻中。雷欧和曼雪莉这两个同是小人族，当然有天然的优势。曼雪莉很中意雷欧，在他面前撒娇任性，只是雷欧嘛，钢铁直男一个。雷利和夏奇，虽然他俩并不是官宣的夫妻或者情侣，但是两人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而且雷利如果要出远门，要把生命卡给夏奇，夏奇才能放心的放他走，那种和谐感，要说一点事儿没有，谁信啊？小巴和凯米，他俩最后应该也能走到一起的。毕竟夏奇当时问他的时候，凯米是这么回答的：ケミちゃんってハッチャンの恋人？そんな私ハチのお嫁さんなんてまだ。飛びすぎだお前。たこ焼き屋で一緒に働いてるんだ。あらそう。夏奇问的是不是恋人，凯米都对号入座到老婆上了，这种情不自禁想多了的操作就很明显了。还记不记得那个宝箱大叔卡蒙？2年后他身边多了一个同样是在木桶里的小萝莉，看样子大叔也有 CP 了，今后总算有个人能说一说话了。乔巴和米尔奇，没想到一向老实巴交的乔巴有一天也没把持住自己。乔巴的心上路，没错，就是在左屋让乔巴秒变山治的那只毛皮族驯鹿。在 SBS 中，有人不希望乔巴谈恋爱，
尾田则是表示，米尔奇因为是毛皮族，不管作为人类还是驯鹿，都可以和乔巴交往。爱情就像龙卷风，他也没办法阻止。关于米尔奇，尾田也有解释到，母驯鹿确实是有角的，大家可以放心，他不是女装大佬。相比之下，山治和布林只能说是有缘无分了。两人因为双方的家庭利益走到了一起。悲剧的是，在这个黑色童话中，两人却动了真感情。而山治毕竟不属于这里，布林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亲吻了山治，并剪掉了山治对这段事情的记忆，让山治没有牵挂的离开。尽管两人的童年爱好、花痴属性都非常的匹配，不过在山治还没有完成冒险前，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而一路上，山治和娜美的香娜 CP 也是经常被谈论的，两人有时候的互动也比较暧昧。因为这事儿，当时布林还吃醋了，尽管没看出娜美对山治有那方面的感情，但蛋糕岛之后，很显然山治在娜美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索隆和路飞可供选择的 CP 就多了，索隆宿命上的 CP 那就是和达斯奇，弯道超车的 CP 那就是光月日和。但从感觉上，觉得索隆和罗宾才是最搭的，两人不管气质还是互动，即使不说话都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当然最具反差甜的那还是和佩罗娜，毕竟两人一起生活了2年，佩罗娜把重伤的索隆治好，把索隆当成自己的库马西，把索隆送到集合地，两人有这方面的羁绊。即便如此，有句话叫流水的绯闻女友，铁打的索香 CP， 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而山治能让他有1秒砍8刀的冲动。另外，索隆和佩罗娜分开后，现在柯鹰眼和佩罗娜这对高冷大叔和傲娇萝莉的也不少。路飞这边的异性缘虽然众多，但支持路飞和女帝、路飞和娜美的就占了绝大多数。女帝表达感情的方式，那就是百般宠溺，倾其所有。单论这一点，本来觉得那是谁都卷不过她，但没想到半路被雷九给截胡了。当然，女帝也是真的喜欢路飞，这是爱到死去活来的100%纯爱情。不过娜美这一边，她是路飞的第一个女船员，这一路上出生入死，而娜美表达对路飞的感情比较柔和，但显然那也已经不是简单的船员和船长的感情了。性格上，娜美和女帝的百般顺从非常不一样。路飞有钱就花，娜美勤俭持家；路飞神经大条，娜美心灵手巧，颇有贤内助的品格。而路飞又很宠娜美，甘愿让她当草帽团老大。所以路飞要在对自己百般宠溺的姐姐女帝和日久生情的红颜娜美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其他的，明哥的情人虽然是维奥莱特，不过明哥倒是热衷于和老沙组个沙县小吃 CP。烟鬼和缇娜的大烟枪组合，烟鬼和达斯奇虽然经常一起行动，但感觉烟鬼还是和缇娜各方面的比较般配。科比和雷贝卡情侣款发色组合，在世界会议篇，科比保护了利库王的船，居鲁士对科比有所耳闻，也非常满意。只是相比过来搭话的雷贝卡，科比更在意路飞的消息。麦哲伦和小萨蒂恶趣味暗黑组合，反正小萨蒂是挺喜欢麦哲伦的，但目前没看出来麦哲伦有那方面的想法。巴托洛米奥和德扎亚非主流发型组合，两人也是从小到大的玩伴，不过小迷弟巴托现在一心扑在路飞身上，对搞 CP 这种事情完全没有意愿。另外，不管是悲情还是圆满，海贼王中其实也不乏展现过生米煮成熟饭的爱情，比如罗杰和路九、塞尼尔和露西安、老蔡和 Baby Five、贝基和气风、耶稣布和班奇娜、警卫门和阿赫、玉田和石夫人等等等等。还有一对属实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当初微微的搭档 Mr. 9，2年后在扉页中，他已经和那个金刚芭比组成了家庭，并且有了孩子。只能说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想挡也挡不住啊。海贼王中那些多少有点恶趣味的人，首先推进城里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狱卒长，那就是小萨蒂，他手下掌管着几只蠢萌又凶残的狱卒兽，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至于小萨蒂有什么爱好，从他装扮上就一目了然，穿着一身桃红色火蜡皮衣，浓密卷曲的金发，刘海遮住眼睛，双耳的耳坠是燃烧的蜡烛形状，非常喜欢用皮鞭抽打别人，对别人的惨叫和尖叫反应极大，还会经常露出一些情不自禁的表情。小萨蒂虽然是在推进城工作，但不管怎么看，这个抖 S 女王都更像是从不正经的监狱里乱入进来的。后来在推进城4层出口处对战小伊万，这2个最具恶趣味的人相遇了，只不过小萨蒂完全不是伊万的对手，被打败后，小萨蒂还被用特殊的方式绑着吊了起来。萨蒂酱向署长麦哲伦抱怨求助，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サディちゃん、一体どうしたんだ？オカマコフに、やられちゃったのよ。屈辱的。責めなきゃ生きてる意味がないのに。下ろしてやれ。俺は先を急ぐ。はい、すぐに。在2年后的扉页中，他在那里照镜子，准备见自己的心上人。据说小萨蒂爱上了新任的副署长，而他爱上的这位副署长正是大事件之后甘愿降职的麦哲伦。只是麦哲伦嘛，似乎一直把小萨蒂当同事看待而已。然后是小伊万的恶趣味属性，通过荷尔蒙果实能力，可以对任何人完成性别的自由转换，完事儿还会让人欣赏自己性转后的样子。这一招也随时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变成女性后的小伊万，至少身材比例正常了很多。当时也是短暂安抚了一下情绪震荡的山治。
但山治早有心理准备，毕竟之前的一些反转给山治留下了终身的心理阴影，而这一次也让山治彻底对这里绝望。小伊万身上还有奇奇怪怪且非常沙雕的技能，他的那种厚到可以接下来当盾牌用的浓妆面具，虽然很奇葩，可防御力惊人，不仅可以抵挡麦哲伦的毒液，还缓冲了赤犬的一拳。还有颜面成长荷尔蒙，通常来说，男人版的小伊万是头和身子一样长的2头身的比例，用了这一招就是负的8头身比例。除了头重脚轻、行动不便之外，倒是可以增加一些攻击力的 buff， 还可以拓宽一些视野，危急关头也可以藏很多人在上面。弗兰奇的恶趣味属性，改造自己这种事儿似乎会上瘾，正如弗兰奇在终极变态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其他的还好，就是弗兰奇有3个技能非常的生糙，一个是弗兰奇人马，然而这和那种飘逸的人马大相径庭，这是一匹前后颠倒的人马，除了有4条腿可以锁住敌人，本身的槽点好像比作用更多。第二个是弗兰奇在胸前部位改造了2个灯，除了在黑暗中照明使用，也可以发光来吸引虫子，从而将其一举歼灭。在和塞尼奥尔的战斗中使用过加强版的，具体威力不明，但疑似可以用作闪光弹。第3个风来喷射，从弗兰奇屁股里发射的低配风来炮，据某知情人士反馈，这属于是有点可乐味的屁，本质上那还是屁，一般用于让自己飞跃和高速移动，也可以用来崩人或者东西。另外在 SBS 中，弗兰奇50岁和70岁的样子有2个版本，其中在出现意外的未来中，50岁的弗兰奇已经彻底成了机器人，70岁的弗兰奇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乃至人的范畴，而是变态成了一艘战舰。但感觉照现在这个趋势，这个版本才是弗兰奇正常的未来。CP7 拉面拳法旺泽的恶趣味，他的攻击招式几乎都是依靠拉面，然而他做拉面的方式主要是靠嘴和鼻子，先将面粉倒进嘴里，然后用鼻子醒出来满满一大碗，当时还自信满满的给山治他们品尝，这玩意儿纯属是黑暗料理了，肯定还夹带什么私货。在扉页故事中，青雉在旺泽那里吃拉面，估计也是看到他怎么做的了，假装不小心把面都给冻住了，毕竟实在很难下嘴。罗宾的恶趣味属性，相较于前4个，罗宾也仅仅只是性格上腹黑一些而已，完全是被路飞他们给解放天性了。像抓弗兰奇把黏糊糊的天然树枝往乌索普裤子上抹，一本正经的说出很可怕的话，这些操作放在文艺女神罗宾身上，反而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差。但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和之国罗宾本来好好的，然而却形象尽毁，留下了不忍直视的画面。尾田的恶趣味魔爪终究还是伸向了罗宾，不能接受，这完全不能接受。路飞的恶趣味，单纯又贪玩的路飞常常无意间做出一些奇葩举动，比如把警卫们的下半身粘在自己身上，模仿半人马，结果被罗宾吐槽恶趣味。这还真不容易，常常都是弗兰奇才会被罗宾吐槽。不过就路飞的欢乐天性，干出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也都不足为奇了。草帽一伙悬赏金的含金量，目前草帽团10人赏金总和是31亿6100万，领100倍利，而他们现在对抗的是总赏金轻松过100亿的双四皇及其皇团精英干部，对世界政府来说更是一个巨大威胁。所以草帽团目前的性价比非常之高，但和之国后无疑会迎来一波赏金飞跃。其实一路上草帽团的赏金都普遍存在被压低和不匹配的情况，主要是他们的成长速度太快了。首先是路飞，他2年前到达香波地群岛时赏金3亿贝利，位列11超新星第2名，仅次于基德的3亿1500万。但有2个地方路飞通关后因特殊原因没更新赏金，一个是空岛打败艾尼路，虽然有果实克制这个 bug 在，但终究还是打败了，只是空岛不属于蓝海文化圈，一个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世界政府管辖之外的隐藏关卡，自然也没有悬赏金。第二个是在恐怖3维帆船打败3亿2000万的莫利亚，世界政府觉得一个人干趴老杀莫利亚2个七武海，传出去的话政府颜面何在，加上大战在即，保留了莫利亚七武海之名，就派了熊去低调灭口岛上的所有人，而熊是革命军的人，忍不住放了海，加上索隆扛住了压力，上面以为草帽团全灭，也就没再追究。不然正常来说，那一届超新星第1高赏金可能就是路飞的了。2年前路飞把世界政府3大机构都给闹了一个遍，2年期间赏金更新到了4亿。盛平说过，赏金过了3亿就很难涨了，但显然经过名师指导脱胎换骨的路飞，真实实力和威胁程度不止4亿。在冰火岛3档打败悬赏3亿的凯撒，在德岛4档打败了悬赏3亿4000万的明哥。明哥这个由于他是七武海，3亿4的赏金是冻结后的原赏金，如果以实力为主的话，明哥应该在卡尔之下饼干之上，能有个9亿多点。打败明哥后，路飞的赏金来到5亿，2年前2亿的罗都已经追平路飞了。回顾路飞的经历，这5亿的含金量还是很足的。直到蛋糕岛在四皇的地盘上大闹一番，让悬赏10亿5700万的卡尔有了至今唯一一场败绩，路飞的赏金才卸掉了枷锁，飞跃至15亿。现在路飞是挂着15亿的赏金，跟46亿多的凯多打得有来有回。山治和索隆比路飞更亏，他俩现在的赏金还不如四皇团2流干部水平，凌空六子的平均赏金都比他俩高很多。然而悬赏3亿3000万的山治打败了13亿2000万的奎因，3亿2000万的索隆打败了13亿9000万的晋。
甚至索隆之前还砍伤了凯多。早在阿拉巴斯坦打败老沙集团后，路飞更新到了1亿，索隆开张就是6000万。但山治、娜美、乌索普、乔巴明明都打赢了干部战，却都没有赏金，尤其是山治和娜美。山治是打败了3200万的小冯，到后来打败了 CP9 加布拉，首次悬赏7700万，算是挺高的了。加布拉和卡库的倒立值相差无几，所以如果阿拉巴斯坦山治有一些基础悬赏，山治有可能也是那一届的超新星。而娜美更是在阿拉巴斯坦打败了悬赏3500万的妹死双手指。然而直到司法岛打败卡利法后，娜美首次悬赏只有1600万，只能说那个时候世界政府确实还不太看重他们。但罗宾的赏金显然也和他的能力不匹配，作为能影响世界、极大威胁世界政府的存在，8岁就被悬赏7900万。然而司法岛被解救出来后，赏金只涨了100万，意思了一下。主要是罗宾确实没惹什么事儿，除了才能，战斗上目前仅悬赏1亿3000万的罗宾，则是能打败悬赏4亿8000万的黑色玛利亚。圣平原赏金是2亿5000万，更新后是4亿3800万。圣平不仅轻松打败悬赏5亿4600万的福兹福，当然福兹福的赏金很多是因为掌握着一些政府情报的关系。不过圣平一次把大妈打出船外，一次将大妈撂倒在地，就这操作4亿多的赏金属实是少了。乌索普从3000万涨到2亿，单看涨幅是挺多的，但乌索普的见闻色水平认真起来何止2亿。乌索普当时也是唯一一个让明哥给出了5星好评，悬赏5亿的 God 乌索普、奥氏路飞罗等一众群雄，9400万的弗兰奇、8300万的布鲁克、6600万的娜美，这3个挣扎了一路还没破亿的人。不过他们发挥的作用并不是赏金可以完全体现出来的。弗兰奇、娜美是出海远航的根本保障，布鲁克偷历史正文，还敢单挑大妈，这种事情世界政府不会多清楚，也不会对赏金有太多的加成。最后海贼世界里性价比最高的海贼，那无疑就是乔巴了。现在是挂着100倍利的悬赏，打着100多亿的价，还能给13亿多的大看板一个大逼斗。对努力变成一个勇敢海贼的乔巴来说，100倍利的宠物，这已经不是低估了，而是一种侮辱。不知道乔巴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魔咒。总之，赏金的更新，一方面是海军、世界政府根据有限的情报、实力和危险程度的主观判断，还有就是尽可能的给主角团留下足够多的成长空间。草帽一伙的赏金一路上也就都跟挤牙膏一样，定的相对比较保守了。2年前没输过，2年后连跪王，号称2年前谁都打不过，2年后谁都打不过。斯摩格仿佛就坐了一节过山车，上去的快，下来的也快，然后至今还没上来。作为早期罗格镇的海军扛把子，第一个登场的自然系，加上斯摩格有一把顶端装有海楼石的石手，对中小海贼有着很强的统治力。在罗格镇、巴基、亚尔利塔一伙，这些搞事情的被斯摩格轻松抓住。3000万悬赏的路飞在其面前丝毫没有反抗能力，要不是龙，路飞就得坐着军舰进伟大航路了。从罗格镇追进伟大航路，再到阿拉巴斯坦，斯摩格简直就是路飞早期的噩梦，而且每次路飞都是毫无还手之力。期间斯摩格曾经跟保护路飞的艾斯短暂交手过，艾斯2年前 5.5 亿赏金，刚出道能打到圣平先倒地，后来也能跟青雉过招，已经是很强的了。烟雾果实的斯摩格至少短时间内可以与之五五开，反正斯摩格小海贼说抓就抓，几亿的海贼也能跟他打打。当时斯摩格还是上校军衔。阿拉巴斯坦事件后，斯摩格被迫晋升为准将。草帽一伙打完司法岛后，斯摩格当时正在抓一个5000万的海贼，看到这则消息，决心之后要继续抓捕路飞。到了顶上战争，斯摩格的实力也比之前更强了，表现不说是太亮眼，也是稳定发挥吧。当时路飞已经3亿悬赏了，但不能熟练掌握霸气，即使2档状态也根本摸不到斯摩格，反而被斯摩格一棍摁在地上。斯摩格的自然系和石手2年前真是能克死路飞。接着被生气的女帝一脚踢开，3色霸气的女帝才不虚斯摩格这一套。斯摩格的石手只有前端才有海楼石，所以还没有那么 bug， 很快就被女帝给踢断了。虽然这场交锋斯摩格处于劣势，但2年前斯摩格打过的架根本没输过，最多也就是这样被压制。可2年过后，每次都被斯摩格给秒的路飞已经完成了蜕变，而斯摩格就给人一种好像停滞不前的感觉。要说那时候的维尔哥和罗真就完全比艾斯女帝强吗？也不至于。斯摩格在新世界直接来了一个新凉的连跪之旅。第一跪拼果实能力玩不过罗，达斯奇、斯摩格被罗双杀，还被罗的恶趣味给玩弄了。要说罗的果实能力 bug， 斯摩格也有海楼石，斯摩格是一下也没捅到罗，只能说这个时候斯摩格和罗的综合实力就已经差一截了。然后第二跪被凯撒活捉，这个不丢人，因为斯摩格被换了身体，而且大家都没反应过来，一起蹲监狱。第三跪拼体术霸气打不过维尔哥，这场战斗的前半段斯摩格是实打实的被揍趴下了。论力量斯摩格被 KO， 论防御维尔哥硬到斯摩格几乎打不动，而且后面石手又给人打断了。但一定有必要说，斯摩格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后半段宁愿单方面挨揍，也要借烟雾掩护帮罗偷回心脏。斯摩格在情义和大局观这方面从没让人失望过。
后来第4跪遇到了正在气头上的明哥，既然维尔哥和罗斯摩格打不过，那没有意外，明哥打斯摩格也没有压力。斯摩格被明哥秒，其实也是因为去保护自己的小弟分了神。后面要不是青雉来救场，斯摩格就凉了。罗要强于维尔哥，明哥比那个时候的罗还要强很多，青雉又比明哥强更多。这几个人在这儿玩套娃，然而斯摩格却最惨，沦为烘托这哥4个的经验包。主线剧情中，斯摩格连战连跪，不过狂热行动中，动画组还是给斯摩格找回了一些面子。斯摩格跟萨博可以纠缠到5-5开，但其实萨博这种在名师辅导下练体术霸气出身的，霸气比维尔哥只强不弱。萨博真要动真格的打起来，斯摩格打萨博更没戏。只能说斯摩格在战力方面很可惜，2年后暂时并没有发挥出惊艳的实力。但斯摩格的人格魅力其实已经盖过了他这个战绩的问题。战绩拉垮承认，但他所贯彻的正义是被大众所认可的。海贼王中很多角色的成功也不是靠的战斗力，而且斯摩格追不上路飞，其实也并非完全是实力问题，而是斯摩格可以明辨是非善恶对错，还有情有义。冰火岛反而是烟鬼很圈粉的地方，而且受人恩惠，斯摩格死也会还上这个人情。所以斯摩格非但没有被放弃，未来的海军也一定是需要像藤虎、斯摩格等等这种既有血性原则，也能明辨是非，为了正义还有些小叛逆的海军。老沙的5-5开实力，老沙的脸上虽然没有写字，但一道伤疤把脸均匀的一分为2，他脸上可是写满了5-5开。老沙的5-5开并非是说他从没有输过，是他跟谁都能过2招。虽然没有主角光环，但没有什么人是他不敢打的，还专挑榜上有名的。关键是输赢暂且未知，气势先压一头。老沙20岁开始扬名立万，这个年纪对比有些大佬算比较晚的了。但老沙出名的跳板是16岁战平冥王雷利的巴雷特，20岁的年轻沙和19岁的巴雷特遭遇，战斗未分胜负。这场战斗不会打了太久，但也绝不会是仅只过了1-2招这么简单。因为老沙在打了这场关键的定位赛后，不仅声名鹊起，还引起了世界政府的注意。在8100万赏金的时候，老沙被招安成为王下七武海，战绩和名望涨得太快，然后老沙飘了。也或许是和白胡子本身就有什么恩怨纠葛，老沙直接点名挑战，不到50岁正
索隆2年前后的血条状态。索隆2年前血条没怎么满过，2年后血条没怎么掉过，除了在鬼岛和双四皇打团这种不可避免要受大伤的硬仗，2年后的索隆几乎都是保持着衣服微脏，最多小伤的状态，并不是敌人很弱，而是索隆的实力绰绰有余。2年后与之对位的敌人对索隆的威胁还不如一个十字路口对索隆的威胁大。跟路飞出海那会儿，开局顺也不顺，虽然很早的遇到了鹰眼，但也很早的被虐爆。触目惊心的刀疤代表着索隆坚定的信念，永远的烙印在索隆的皮肉之上。在小花园，为了摆脱三哥的蜡烛禁锢，差点是自己把自己的双脚给砍下来。从此，索隆的双脚脚踝上又多了2道伤疤。在阿拉巴斯坦，索隆先是被 Mr. One 给剐了一顿，白上衣见怪不怪的被鲜血染红，但索隆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觉醒了斩铁的力量，其实就是霸气的雏形，浴血奋战，艰难战胜 Mr. One。在空岛和山地亚战士布拉哈姆战斗期间，为了弥补自己攻击距离有限的短板，首次用出为天空战而生的烦恼缝系列技能，威力更强，攻击距离更远。索隆得以连续击败山地亚战士和神官欧姆，轻伤进入决赛圈，但接着被艾尼路给电麻了，受伤昏迷。在水之都和 CP9 爆发了小规模冲突，索隆连吃卡库3下纸枪，和路飞一起被路奇双双打飞，后面一个卡墙缝里了，一个卡烟囱里了。不过在司法岛决战时，两人也双双复仇，索隆首次用出鬼泣9刀流打败卡库。在恐怖3维帆船的最后，索隆仅凭血肉之躯吃满了熊在路飞身体里抽出来的满额伤害，导致血条爆炸，连动不动就能放2斤血的山治见状都惊呼这他妈什么出血量。不过索隆巍然站立，直言什么也没发生过。在香波地，索隆看似已经痊愈，但遇到和平主义者的时候，心理创伤外加肉体创伤一起复发。山治发现索隆之前受伤太重，根本没有痊愈。在这种状态和痛苦下，索隆还要战斗，还要躲避和平主义者的各种激光炮，最后被大将黄猿的激光洞穿身体，失去反抗能力。被拍去暗岛的时候，索隆已经是重伤不起了，看样子是昏迷了2-3天。2年前，索隆人在塔在，都是血条不空不离岗，在暗岛也没闲着，伤未痊愈就跟狒狒开始打了。之后，索隆拜师鹰眼，经历了2年的修炼和名师辅导，索隆的实力迎来了一波大幅增强。2年后连战连捷，香波地面对和平主义者3大主力根本毫无压力。在渔人岛，索隆用刀柄防御之类的，秀了很多骚操作和新技能，在水中一刀虐了霍迪琼斯。虽然后来被嗑药的霍迪琼斯抓住，但索隆肺活量再大也顶不住一直在水里，只能说是水限制了他。后来秒了号称渔人岛第1剑客的暴藏。在冰火岛一刀击垮雪女莫奈，在德雷斯罗萨面对全身武装色的石头怪皮卡，索隆终于稍微认真了一点。但是绑头巾、摆 pose、诗歌朗诵、切豆腐用了20分钟，秒皮卡的武装色真身用了1秒。索隆用实力证明武装色的差距可以有多大。在和之国也不能说是血条一直满的，反正皮外伤压制霍金斯，被捅了一刀打败基拉，被音波刮了一下，后来一刀砍翻阿普。除了和4皇团打，以前那种用各种技能去耗的战斗几乎没有了，基本都是一招或几招内解决，要不就是试探一招不打了。2年前随便一场硬仗放的血，都比2年后以上这些战斗加起来放的血多。去挡双4皇的合体技是索隆2年后第一次受重伤，毕竟扛的可是俩4皇啊，不受个大伤说不过去了。不过好在也嗑药嗑起来了，爬起来继续和劲打。所以有一句话也很适合索隆，赢过输过，但就是没怂过。罗杰团和白胡子团的奇人趣事儿。光月玉田因为想出海都快想疯了，导致遇到白胡子的时候过于亢奋和热情，玉田一路狂奔，开门见山说让我上你的船吧。不明事情原委的白胡子此刻就懵逼了。白胡子心想，这人想当我儿子，通常都是我主动让别人当儿子，怎么今天刚来就有人主动要当我儿子了呢？哇塞，和之国的人这也太热情了吧，让人怪不好意思的。当然这就是个梗，白胡子当时也就比玉田大10来岁，算是大哥。白胡子叫玉田小老弟，玉田还亲切地称呼白胡子为白小吉。之后罗杰团和白胡子团遭遇，打团战期间大家都是有休战的，但因为黑胡子根本不用睡觉，所以3天过后，精神抖擞的巴基跟红发说，哎，我发现对面那家伙3天3夜没睡觉还精神饱满，简直是个怪物啊。红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巴基说，因为我聚精会神的盯了他3天3夜，千真万确。然后红发直接人傻了。巴基说，我就不信了，让我来试探试探他的极限。与此同时，精神饱满的黑胡子心里也默默念叨，对面的红鼻子3天3夜没睡觉还精神抖擞，简直是个怪物啊，我都要试探试探他的极限。还有就是大佬之间一见面，热情打招呼的方式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约定俗成的，反正就是上来废话少说，先怼一刀。比如玉田和白胡子，白胡子和罗杰，大妈和凯多，玉田和罗杰，但玉田没能接住罗杰的一刀 say hello， 后来红发也学会了。所以大佬们这种打招呼方式就给人一种感觉，大佬见面他们如果是心平气和的说句你好，这种行为在海贼世界里他的悬赏金会掉价的是吗？
不过白胡子和罗杰更多的是惺惺相惜，白胡子和罗杰的理想并不冲突，但白胡子千防万防没防住罗杰的白嫖色霸气。从此，罗杰解读历史正文不愁了，走上人生巅峰。虽然罗杰给白胡子留下了船上的所有财物，但白胡子不爱钱，玉田也是自己的意愿，猫狗还跟过去了，所以白胡子只能更气了。20多年后，已经成为四皇的红发来见白胡子，在马尔科面前挤眉弄眼。碰巧不久之前，路飞在阿拉巴斯坦还想让艾斯成为自己的伙伴。白胡子看到红发在那挖墙脚，好小子，有瘾了是吧？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们这些戴草帽的就不能换一家坑？这两个海贼团也是出了各种大神，有到处要面子的，有开直播的网红，有不择手段2年当四皇的毒瘤，有没钱了连自己都卖的老人家，有顶上战争失去最多但强势付出的励志外援，有赤胆忠心的光月家臣，等等等等。他们的举动和交集深刻影响着大航海时代的格局，甚至指引和推动了下一代人的成长。罗杰团和白胡子团的影响无疑是广泛和深远的。路飞和索隆的铁胃，索隆牙好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在渔人岛的时候，索隆山治吵架，山治让索隆吃饭的时候小心点，要让他知道在船上惹毛厨师的后果。索隆不甘示弱，说有种就来，下毒下刀子老子都能给你消化。果不其然，一个毒蛇发现到冰火岛的时候，索隆吃便当的吃相和那种咔吧咔吧噼里啪啦的声音有些奇怪，在 SBS 里提出疑问。没想到尾田还真把他俩吵架的梗用上了，说山治在索隆的便当里放了刀片和毒药，索隆也没有食言，直接食了刀片和毒药，嚼碎并咽下了。索隆果然是铁胃，而且牙齿嚼刀片更牛批，毕竟索隆的咬合力不是开玩笑的。以前有人计算过索隆的咬合力，得出结论，如果索隆打架直接去咬人的话，要比用刀砍还厉害，堪称是无上大块牙，也是名副其实的武装到牙齿。路飞对奇奇怪怪的食物的消化能力更是大神级别的。草帽一伙在吃阿碧斯做的早餐的时候，除了路飞，其他人看到品相之后都是望而却步的表情。索隆被娜美强迫的喂了一大口进去，大家品尝过后才得知，这一坨奇辣无比。阿碧斯放错了调料，但路飞却说很好吃，而且还一口一口的吃了很多。或许路飞是大智若愚，不想寒了阿碧斯的好心。不过就算路飞真的咽得下去，以路飞的铁胃，其实也不觉得奇怪。主要是路飞有时刻挑战高难度食物的底气。在长链岛，高跷老头拿出了一坨搁了10年的奶酪招待路飞他们，感觉光是心理上就承受不了了。路飞居然还想吃，被乌索普阻止。老头吃了一口，直接食物中毒。不过路飞要真吃了，估计最多也就是拉肚子。在女儿岛，路飞乱吃丛林里致命的毒蘑菇，导致中毒，全身长满蘑菇。被救了之后睡了一觉，也并无大碍，只是玛格丽特他们死活拔不掉路飞身上的最后一根蘑菇。在去万国的路上，路飞吃了带有剧毒的鱼皮，直接把自己吃到濒死状态。尽管如此，路飞之前怎么说也是身经百毒了，这毒放一般人身上早就洗睡了，巨人族也会瞬间毙命。路飞挺了这么久，已经算超乎常人了。在和之国，路飞索隆重聚，路飞问索隆要肉吃，索隆还真有。索隆就纳闷，野外这么多飞禽走兽，干净又卫生，根本不缺食物啊。从路飞这里，索隆才知道，原来这一片的动物都喝了河里被深度污染的水，吃它们那得需要一个铁胃。确实是，小玉喝了河里的水，大病一场；贝波吃了河里的鱼，吃坏了肚子。结果心大的索隆来和之国那段时间，天天吃这玩意儿为生，后知后觉，到最后无比镇定地说，怪不得自己的肚子有点痛。然后路飞一边讲解这河里的水有多脏，一边抓过来肉津津有味的吃的是真香。毕竟路飞一路上没少挨了毒，这点污染真是太没有挑战了。寄生虫来到路飞的体内，本以为来到了天堂，结果才知道是下了地狱，人体深海大监狱。寄生虫在路飞体内估计都活不了，所以这俩人的铁胃真是饿极了，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是不敢吃的。海贼王中不能游泳的鱼，擅长的技能是游泳，缺点是不能徒手下水，这一点在海贼世界里太常见了。巴基小时候擅长2样东西，擅长观察和游泳，在罗杰团担任瞭望手。巴基擅长游泳也是红发亲口说的，但巴基痛恨红发的原因也就在这儿了。巴基自己本来想私藏战利品然后发财，但做贼心虚，被红发吓得不仅吞了恶魔果实，还丢了藏宝图。罗杰团盛产游泳健将，也多亏了卡普满世界的追，开船追、跑步追、游泳追肯定都有，所以卡普练就了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吃甜甜圈的特长。罗杰一帮人练就了窜进水里就能游个马拉松的游泳特长，互相成就彼此。巴基的游泳技能在吃了4分5裂果实后被终结，但4分5裂果实给巴基带来的其实是更大神级别的东西，巴基这个只能说是福祸相依吧。旱灾杰克，他是个吃了象果实猛犸象形态的鱼人，原本杰克作为鱼人，游泳是他最擅长的，而且鱼人的水性远超其他种族，但毕竟吃了果实，杰克在被象主一鼻子甩到海底的时候，只能乖乖躺在海底了。不过杰克也并不会被淹死，
安安稳稳的躺在水里面，等待小弟凯多带人来救援就行了，最多是全身瘫软无力。不仅是鱼人不会游泳，杰克还是个旱灾，所踏之处会干涸腐朽，简直是跟自己的鱼人身份两极反转。凌空六子之一的佩吉万，他是龙龙果实古代种棘背龙形态，他真是太冤了。如果按照棘龙的设定，他本应该是个半水生恐龙，而且水性还很好，甚至对以鱼类为食物的棘龙来说，水里才是他的主场。关键是佩吉万还有着棘龙擅长游泳的扁平的鳍状尾巴，但很可惜，杰克是鱼人都不行，佩吉万应该也不能突破设定，而且在和之国已经沦为了龙套，被山治一顿飞踹，被路飞打到下巴脱臼，被大妈一拳 KO。鱼人岛的范德戴肯，把果实能力者，一只害怕水的鱼，自称是受到了把诅咒的能力者，因为他这个情况跟杰克差不多，身为鱼人却不能自在的在海里活动和游泳，所以就会看到一个鱼人还要涂上镀层才能在海里自由生存。塞尼奥尔皮克，他应该是目前唯一一个最接近于卡了 bug 的果实能力者，他的果实不仅叫水果实，而且塞尼奥尔本人确实可以游泳，只不过是在陆地上，可以把陆地什么的变得像水一样，包括地表、墙上，甚至地下潜水，可以说是陆地上无死角，而且游得还贼快，但真要下了水还是得完蛋。其他的还包括凯多的那种鱼果实，泡在水里可能不会死，但也不能动，不会游泳的鱼果实能力者，可能很多人吃恶魔果实前都是游泳健将，还有像青雉、金狮子、布鲁克等能力者，都可以用一些办法在海面上行动，不过目前还没人能真正意义上突破，只要吃了果实，困在海里就会直接瘫软的设定。4颗有模仿能力的恶魔果实，第一最直接的模仿果实，黑炭木蝉和黑炭蝉丸这两个人身上有2个重要标签，一个是前任模仿果实能力者，一个是前任屏障果实能力者。而模仿果实虽然不像有些果实有那种毁天灭地的破坏力，但如果巧妙利用，不仅可以轻松毁掉一个王族，甚至能毁掉一个国家。这种作用在黑炭木蝉和小冯身上都有体现过。黑炭木蝉将黑炭大蛇带上复仇之路后，然后木蝉一个人模仿光月家族祖孙3代，先是模仿光月玉田将黑炭大蛇引荐给光月寿喜烧，害死寿喜烧后，木蝉又模仿光月寿喜烧传达假遗嘱，立黑炭大蛇为将军，后来又模仿桃之助让玉田在和凯多的对决中分心，玉田最终被凯多击败并杀害，光月一族被拉下王位，黑炭木蝉可以说是最大功臣。全场下来，辅助稳拿 MVP， 而凯多也怕木蝉和大蛇故技重施，威胁自己的统治，便杀了黑炭木蝉。多年之后，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能稳住根基，也离不开小冯模仿果实的能力。小冯和路飞成了伙伴后，在推进城的时候，更是成了最具骚操作的 X 因素。模仿娜美骗汉尼拔，模仿汉尼拔骗麦哲伦，模仿麦哲伦骗守卫，让原本不可能逃出升天的草帽小队奇迹般的冲出了推进城。小冯和模仿果实又拿了全场 MVP。第二个，警卫门的伏符果实可以对自己或者别人进行变装，最经典的一次就是在德岛，警卫门利用伏符果实模仿民歌，但警卫门的这个民歌连豆豆鞋都不换上，确定是认真的吗？不能说是毫不相干，但也是天差地别。结果还真把古拉迪乌斯给骗懵逼了。古拉迪乌斯好歹也是跟了民歌这么多年的老干部了，这都能让人骗，恐怕和路飞一样也是个脸盲。但凡长得像火烈鸟的就是民歌。第三，布雷的镜镜果实，其中一项能力就是可以把镜子照射过的人投影到动物身上或者自己身上，从而实现以假乱真。布雷就用镜镜果实能力模仿出了一个吃棒棒糖的山治，把路飞等人骗进了森林，然后又模仿出路飞和路飞 PK， 因为是镜像，说的话、动作、技能都是完全一样对称的，以至于路飞和自己打等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打，完全就是五五开。只不过有镜像原理，所以假路飞和真路飞脸上的伤疤和其他细节是相反的。后来布雷又粘贴出了一堆由动物变成的娜美、布林、山治、乔巴、加洛特，把路飞累死，这也根本抓不完。第四，戴鹏的幻兽种拳拳果实九尾狐形态，这个果实已知的一种能力就是它有那种能变成其他人的变身术。戴鹏在莫利亚面前就模仿过阿布萨罗姆，并且是长相、装扮、特征、细节都可以模仿，可以做到和模仿果实一样的效果。综合来看，所有的模仿能力的作用，有些时候甚至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鸡肋但真香的透明果实能力，这个能力有个众所周知的用途，透明果实的前任能力者阿布萨罗姆就用这个能力找到了自己的奥布路，占了草帽团2大传花的便宜，恶劣程度堪比桃之助。所以小时候看过恶魔果实图鉴的山治，他对恶魔果实本身倒没什么兴趣，但对透明果实却极度渴望。当然山治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和人干架，而是可以自由出入澡堂奥布路。除了这个用途，随着会霸气的人越来越多，新世界又高手云集，透明果实在高端局就越来越显得鸡肋。
因为透明果实虽然可以将本体和与本体接触的人或物隐身，比如溪流的雪茄和刀都可以做到隐形，但是脚步、声音和味道并不会消失。只要碰到一个见闻色还可以的对手，那它的隐身效果就会非常有限。虽然溪流评价了一句这能力真不错，意味深长的话，不光是因为偷袭了莫利亚，而是他拿这个能力干啥去了，大家都懂。到了大后期，黑胡子一伙和草帽一伙或者世界政府不可避免的有一战，那都是什么级别的对手？在大将藤虎面前，所有人都能隐身，既然都这么棘手了，也不差溪流这一个。草帽团里，山治、隐形黑也可以隐身，而且还能加速上天，甚至在天上做一个托马斯全旋。索隆闭着眼睛都能砍人。另外，布鲁克的灵魂出窍，虽然不是透明，但是足够隐蔽，能穿墙无实体。2年期间也是去了不少奥布路。刺探情报这一块不比透明差。乌索普的见闻色可以超远距离感受气息，这么一看，隐身能力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很局限。但是老谋深算的黑胡子把隐身能力安排给了实力处在团内第一梯队的溪流，难道真的只是想跟溪流一起体验奥布路？似乎没这么简单。2年前，阿布用隐身能力从明哥手上救走莫利亚，这个能力是能给队友加一个隐身 buff 的。通过不断开发，这个 buff 或许能产生大范围性或群体隐身。有一个鬼谷子的黑团全员隐身突袭圣地玛丽乔亚，那多刺激！这也符合黑胡子喜欢偷家突然现身的一贯作风，那这就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能力了。而且隐身能力低端局虐菜，高端局鸡肋，只是阿布这种实力和麦哲伦齐名的溪流实力本来就强。如果见闻色也是顶尖，2个各方面实力不相上下的对手相遇，那必定是能隐身的一方会占一些优势。哎，藤虎大叔，你怎么站起来了？快坐下，快坐下。这些优势唯独在您这里不能称之为优势。话说回来，透明能力在这个节点被黑胡子捕获，很有可能有大用。毕竟果实能力是鸡肋还是真香，主要是看使用者。但不得不说，透明果实除了战斗之外，确实是真香。草帽团里的偷家王，偷家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敌人眼里的流氓，队友眼里的希望。他们往往先远离主战场，通过隐匿、潜伏、蹲草丛，继而深入敌后搞事情，帮助队友挽回败局。早在阿拉巴斯坦，山治就展示了偷的本领。当时路飞小队加上薇薇一共7个人，其中除了山治、乔巴，其他人都被老沙控制住了，还有个斯摩格充当赠品，一起落入陷阱。危难关头，山治在小花园发现了老沙的户外根据地，并和老沙通讯，不开玩笑的说自己是梅斯特王子，戏耍老沙。在电话里还自编自导了一出自己通话期间被老沙的手下打败的好戏，戏托说已经把梅斯特王子干掉，让老沙来赌场门口领人头，好一个调虎离山，釜底抽薪。然后乔巴冒充梅斯特王子在门口闹事儿，吸引老沙的注意力，因为能多段变身，让抓不住人的老沙很懵逼。而山治在薇薇的带领下偷进了地下室，最终在草帽一伙差点被淹死的情况下，将几个人解救了出来。后来在空岛，路飞被艾尼路打下方舟后，艾尼路乘着方舟往上飞，一方面准备报复社会搞破坏，但让艾尼路万万没想到的是，中途山治乌索普偷上了方舟，山治还破坏了方舟的动力中枢。知道真相的艾尼路气得直接就骂街，虽然后来是修好了，但是成功拖延了艾尼路的计划，给路飞再次上来锤艾尼路争取了时间。在水之都，前期山治又是单人带线，在路飞他们和陆奇他们初次对决的时候，路飞他们完败，路飞卡在了墙缝里，索隆卡在了烟囱里。娜美、乔巴因为找这俩人，最后还是错过了载着罗宾开往司法岛的海上列车。但在此前，山治又充当了骑兵，早就悠闲地来到了车站。在列车上，山治解救了乌索普和弗兰奇，3个人消灭了列车上大部分守军，从车厢打到车顶，从后面打到前面。不过最后依旧没能在中途救走罗宾。可是山治乌索普向罗宾传达了一个信念，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罗宾牺牲自己拯救伙伴的愿望，而伙伴们一定也会去救他。到了司法岛，山治打败加布拉后，又开始未雨绸缪偷家计划，那就是后来偷进操控室，及时关闭了正义之门。在草帽团撤离时，正义之门关闭，卷起的漩涡阻挡了大批海军的追击，最后成功脱险。2年后，山治的偷家技术已经升华成偷人了。在德雷斯罗萨，山治和紫罗兰卿卿我我，虽然前面一直都是被紫罗兰玩弄感情，不过最后山治用骑士道精神感化了紫罗兰，不仅收获了重要情报，还间接把他拉进了自己阵营。虽然紫罗兰公主和明哥并不是两情相悦的那种爱情，但是山治这一波偷人的操作，怎么看明哥这一身粉红装扮也是有点冒绿光。草帽海贼团的2年修炼历程，路飞打完顶上战争后，跟雷利在猛兽扎堆季节不规则的鲁斯卡伊纳岛上进行修炼，又名48季岛，师从雷利主修霸气课程。前1年半雷利做导师，后半年路飞自行修炼。
当然2年期间还有狮子、鳄鱼、猩猩、犀牛、蛇什么的动物小弟陪练。路飞2年后的招式名大多也是根据这些猛兽来起的。索隆在鹰眼所在的克拉伊喀纳岛，又名暗岛，索隆成功拜师鹰眼，在这里也有陪练，就是会模仿和使用武器的狒狒们，还有模仿精通鹰眼剑术的狒狒王。此后鹰眼传授剑术，佩佩给他带路，狒狒陪他训练武术。课程结束，索隆虽然还是不认路，但变得更加强大成熟。山治在小伊万所在的卡马巴卡王国，相比于前2位，山治的经历略显荒诞，自称是地狱式训练的2年，面对前所未有山呼海啸般的追求者，他的陪练则是99个精通人妖拳法的人妖。为了生存，山治在线学会了月步、海行步以及堪称神经质的见闻色，另外还学会了用于回血的99只活力菜单。娜美唯一一个不在地上的人，在小空岛维莎利亚和哈雷达等几个老头生活在一起。在这里，他继续精通气象学和航海术，用维莎利亚的气象科学改进了天后棒，魔法天后棒可以放出冷热电等气泡，快速形成风雨雷电等 AOE 法术效果，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单法师。乌索普在波音列岛精通射术和弹药，师从海克力斯。一开始，乌索普在暴食森林暴饮暴食，吃到巨肥状态，但他不知道这座岛其实是未知男爵，会吃掉肥胖的生物。乌索普差点就被吃掉，还好吃着顺下来的拉面瀑布，硬是给吃上去了。后来跟随海克力斯锻炼身体和研究植物弹药，2年后乌索普的肌肉线条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罗宾一开始被困在劳动王国，后被革命军所救，得知了路飞和2年后重聚的消息后，来到了革命军大本营巴尔的哥，不但精进了果实能力和情报能力，和龙、萨博他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乔巴到了南海的鸟之国特里诺王国，还差点被岛民煮来吃了。虽然乔巴走到哪儿都少不了被人当储备粮，但乔巴利用一直以来独特的优势，担任巨鸟和岛民的翻译官，化解了岛民与巨鸟之间的误解。因为岛上有很多珍贵的药材，乔巴向居民请教有关当地草药的相关知识，捣鼓自己的蓝波球，强化自己的多段变身，以及让自己在暴走时能保持意识。弗兰奇在未来国巴尔基摩亚，这是天才科学家贝加朋克的故乡。在这里，弗兰奇因为误按了爆炸按钮，被炸得面目全非，进而又把自己给大刀阔斧地改造了一次，把自己改得更不像人了。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贝加朋克遗留的兵器类发明文献。布鲁克一开始在贫困王国哈拉海塔尼亚，要说布鲁克这2年音乐和胖子是主修，修炼只是副业，因为他一落地就被当地人当作恶魔撒旦，并成功看到了这里所有人的胖子，后来还被长手族的人给关了起来。不过布鲁克上一份悬赏令还是活人状态，相差太大，和伙伴分散时刚刚加入又没有悬赏令，所以不会被观众轻易认出来。2年期间他成了大明星，还开启了巡回演唱会，可以说就布鲁克是风光无限了。罗杰为什么能成为海贼王？除了强大的实力和明确的目标之外，一个海贼团就好比一个公司。首先，罗杰作为船长，罗杰不仅具备了出色的识人和管理能力，而且还懂得如何节约成本。出海之前呢，用一个烧火棍的成本收了雷利和一艘船，有了驰骋大海的基石。后来得了绝症，在双子甲收了库洛卡斯，能对自己的病情有精准的预估和最大程度的治疗。再后来被历史正文所困，于是又挖来了光月玉田，等同于拿到了财富密码。而罗杰的成王路上这至关重要的3个拼图，居然都是白嫖来的，不得不佩服罗杰慧眼识人和空手套白狼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几乎只凭3寸蛇的功力就搞定了。另外，航海路上一定少不了来找事儿的刺儿头，巴雷特就是其中一个。罗杰虽然多次将其击败，但并没有置他于死地或者关起来，还好吃好喝，收留了他3年。罗杰这格局不小吧？到头来还留了一句“你很强，随时欢迎来挑战，我等你”这么一句话。哎呀，这句话猛男巴雷特对罗杰从嫉妒甚至变成了有些崇拜。罗杰这格局立刻就升华了。说到格局，或者说是情商眼界，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军本部和四海里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当年是卡普和罗杰联手击败的洛克斯海贼团。卡普事后被冠以海军英雄的称号，但关于罗杰和神之谷的信息全部被世界政府给抹去了。这事儿跟后来阿拉巴斯坦、斯摩格、路飞有点像，即便外界都认为是卡普率军将其团灭的，所有功劳全算在卡普头上，罗杰也觉得无所谓，他的目标就是海贼王，不争功不计较，是信念也是格局。话是这么说，但可别当罗杰傻，他早就知道卡普绝对是个忠厚之人，绝不会忘记一起并肩作战的情分，所以后来在监狱托孤，虽然自信的罗杰对当年神之谷事件只字未提，卡普也真就说不出来什么。这个人情罗杰藏了10几年，太老辣了。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时运。在那个时代，能打的不只是罗杰，还有金狮子、白胡子，这俩哪个也不是罗杰能轻易摆平的。
但金狮子不只是想要 One Piece， 他还想要 All Piece， 也就是统治世界。白胡子只是想要家人，对海贼王并不感兴趣。首先，罗和白的目标不冲突，然后本来就欣赏罗杰的金狮子急功近利，逼迫罗杰联手。看到金狮子碾压级的舰队，罗杰都准备把命给赌上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和风浪把金狮子干得人仰马翻，元气大伤。后来罗杰跟白胡子更是建立了好友关系，虽然亦敌亦友，但金狮子、白胡子还都很认可罗杰，所以罗杰的实力是成王的必要资本。格局也好，时运也罢，成王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毕竟江湖不光是打打杀杀，江湖更多的还是人情世故。全身上下写满了惨的基拉。基拉作为2年前极恶世代超新星之一，那会儿赏金1亿6200万，这个价位也不算低。而且当时基拉基德2个人的赏金分别要高于同样是一团双星的索隆路飞。倒不是因为基拉基德就是比索隆路飞强，是因为基德海贼团一天不整出点人命来就浑身难受。基拉和基德差不多，除了看谁不顺眼就动手之外，基德是谁嘲笑他的梦想就要他命，基拉是谁嘲笑他的笑声就要他命。所以基拉起初之所以叫杀戮武士，他这赏金里边也埋了不少人命。基拉不至于像基德这么刚，有时候还会劝基德收敛点。基拉因为不是主角团，又不是船长，属于地中地这一级别，露脸的机会不多。不是，他这从小到大也没正儿八经露过脸。但是因为现在是5星战双黄开黑5人组的一员，基拉这一次最起码能好好展示展示自己了。基拉这个人的生平经历那属实是惨，因为他讨厌自己的笑声，所以在被迫吃人造恶魔果实之前，一直都戴着一个面具，也从来不会放声笑。基拉和基德不同的地方在于，基拉遇事之后还挺理智，就是点儿太背。当时基拉撮合阿普和霍金斯来商讨讨伐四皇红发的大计，但卧底阿普上来就一顿作。基德这暴脾气，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就要干架，还是基拉做和事佬给他们劝开的。这边刚劝完架，几个不靠谱的人用不靠谱的态度商量着更不靠谱的事儿。只有基德、基拉2个人冥冥之中觉得在红发的地盘上烧红发的海贼旗的目标好似触手可及。不料天上掉下来个可爱多，阿普 Q 币已到账，霍金斯连牌都不用摸就知道今天适合投降。基德怒火中烧，青筋暴起，撸起袖子一跃而起，进了凯多的小黑屋。而本来就讨厌自己笑声的基拉被抓去吃了人造恶魔果实，完蛋中奖了，只能疯疯癫癫放声大笑。不仅如此，本来基拉是非果实能力者，这下直接变成了旱鸭子。但不得不说，基拉还是很讲义气的，为了有机会救出基德和伙伴，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吃下人造果实，给大蛇当牛做马，化身斩人魔连藏，追杀惹怒了大蛇的护子。不料遇上了索隆，被索隆给砍了，伤还没好，又出力不讨好，还被送进兔碗监狱，跟基德一起享受水刑。因为大妈大闹搬砖工地，基拉基德各自捡回一条命。一开始是拒绝跟路飞合作的，因为被阿普和霍金斯给整怕了。砸开监狱大门，基拉基德2人准备去营救自己的小弟们。虽然基拉在新世界的经历很惨，但现在基拉终于略微翻身了，拿回自己趁手的武器，戴上面具，意气风发，和路飞他们一起对抗四皇联盟。这一仗打完了，肯定更值钱了，而且以后这都是可以写进简历里面的事儿。基拉惨，但很励志。